这个冠军头衔。好厉害！哎呦，漂亮！哎呦，又是一个垫步的侧踹，对，这个反李小龙啊，这是。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小姑娘可不平凡，她是英姿飒爽、呆萌可爱的女版李小龙。看上去她没有什么杀伤力，其实她在擂台可以做到大杀四方，势不可挡。很多来华踢馆的外国女拳王见到了她都心生胆寒，就连处于巅峰时期的张伟丽都成为了她的手下败将。赛后，张伟丽泣不成声，或许她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输。少林和尚有很多，但少林女弟子却只有一位。他就是站在你面前的关阿翠。关阿翠从小在少林寺生活，这就让他避免不了与传统武术接壤，再加上后期武术散打的专项训练，很快关阿翠就成为了一名十分合格的搏击女将。她的对手就是被关阿翠脆弱的外表所迷惑，来自意大利的拳坛老将拉诺特。他误认为关阿翠清纯可爱，没有太大的杀伤力，于是便扬言要亲手 KO 关阿翠。比关阿翠大了10几岁的拉诺特，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欺负幼女的恶毒老妇女。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关阿翠的精彩表现。白色拳套是少林女弟子关阿翠，黑色拳套是意大利传奇女将拉诺特。体能也无限好。上次比赛就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对。但是从我们拿到的资料看，两个人在这个冠军头衔。因为他这个侧踹腿的速度啊，包括这种技术，对于很多你像意大利的选手呢就没有见过。对，这种节奏会让很多国外的选手一时难以适应。是，关阿翠是真的牛，不仅可以做到见招拆招，并且还能给予对手重创。简单一次接腿摔，便可清晰看出关阿翠的综合实力。意大利传奇女将在别人眼中或许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但在关阿翠面前，她并没有那么伟大。简单几次攻击就摧毁了拉诺特第一层防御。对，虽然没有打实，但是力量很足啊。对，因为是训练方式不太一样，对，发力也不够完整，但是还是有效的。对，关阿翠的呐喊声贯彻了整个体育场，与拉诺特展开厮杀的同时，还能完完整整的把拉诺特按在地上摩擦，根本不给拉诺特任何反抗的机会。要么就是关阿翠给足了拉诺特压制力，要么就是拉诺特被关阿翠全方位暴打。选手也是一样，他们会在同样的体重条件下参加比赛。对，判罚也是一样的。哎呀，接腿摔，拉诺特这个高扫2次都将的打到关阿翠的头部。对，关阿翠也要注意啊。传统武术与武术散打相结合的选手并不多，其中的女子选手更是少之又少。然而关阿翠却是其中最优秀的那一个，把侧踹腿运用到了极致。面对拉诺特所发起的防守反击，关阿翠依然可以灵活应对，并给予拉诺特一定的压制力和压迫感。这项技术啊，因为2个侧踹之后的距离比较远，他即便是还这高扫啊，距离不够。对。前手。想想看，就连鼎鼎大名的张伟丽都败给了关阿翠。在这个级别当中，关阿翠几乎可以横扫任何对手。眼前这位意大利传奇女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关阿翠的攻击就已经在等待着她。幸亏拉诺特大赛经验充足，不然关阿翠会用极短的时间将其秒杀。后手。他这个本身这个散打器械发力吧，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打这个后手的时候，对，这个后手首先是打完距离就没有了。对，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后手发力的时候啊，尤其是刚才我们刚才看到他这个后手拳是几乎是把整个身体先压进去。对。拳法进攻精准且有力，腿法进攻是属于关阿翠核心爆发力的来源。少许的搂抱也是关阿翠被逼无奈，裁判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拉诺特不仅是意大利的传奇女将，并且还是他们意大利民众最引以为傲的世界冠军。真要是被关阿翠打了个人仰马翻，恐怕拉诺特的职业生涯将会很难再有突破。而且这是一个垫步的侧踹啊。对。你看这个2个垫步啊，这是有点李小龙的感觉。对，非常漂亮。后手。第2回合开始了，关阿翠的侧踹腿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侧踹腿，而是精准有力、目标明确的侧踹腿。所打出的每一次攻击都能命中拉诺特的脑袋。中远距离不属于拉诺特，中近距离和内围缠斗也不属于拉诺特。无论在什么距离和拉诺特展开对抗，关阿翠都可以做到逢敌必亮剑，逢战必胜。关阿翠来说啊，他本身完全被节奏控制住之后啊，场面就会比较一边倒了。对，而且他始终是没有
这个拉诺特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距离对。这个就跟上次关押队打这个木兰传奇这个整个的8人赛一样，很多选手适应不了这种节奏。长时间的搂抱让拉诺特得到了1次警告，然而关押穗也被裁判警告了1次。毕竟在拉诺特搂抱期间，关押穗并没有拒绝，而是迎合拉诺特进行搂抱。被警告之前和被警告之后，拉诺特的现状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该挨的揍一点都没少。综合格斗的拳套是不一样，这是全封闭的，而且会根据选手的体重调整整个拳套的重量。70公斤，包括70公斤是用以下啊，会用8盎司。这个老将拉诺特在关押穗面前像是一个新兵蛋子，拳法对拼打不过的同时，腿法进攻依然不是关押穗的对手。在战术上面的对拼，拉诺特也没赢过。综上所述，拉诺特就像是一个活靶子站在擂台上让关押穗打，并且拉诺特还无法精准实施防守反击。裁判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决定暂停比赛，先给拉诺特处理伤口。完全没有遇见过，而且本身还正值当打之年，对，这个就很麻烦，没法打。哎呦，漂亮！哎呦，又是一个垫步的侧踹，对，这个女版李小龙啊，这是。两人实力相差太大。关押穗的打法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根本不给拉诺特留有任何反抗的余地，能直接打趴下关押穗，坚决不会有任何的犹豫。实在顶不住压力的拉诺特也不敢实施搂抱，除了一味的挨揍，其他别无他法。意大利传奇女将她选择来滑踢馆，这个选择她算是选对了，不然她也不会被关押穗追着暴打。对，哎呦，哎呦，高潮！两人这个完全没法打。但是刚才场下交流的时候，关押穗的进攻攻势还在持续上升，时时刻刻都在给拉诺特施加压力。就算拉诺特能顶住第1波进攻和第2波进攻，那么第3波和第4波进攻，关押穗已经准备就绪，随时都能给拉诺特来一波他顶不住的猛烈攻击。比赛进行的非常迅速，第3回合已经开始了，拉诺特还是没有任何头绪，根本无法组织有效进攻来与关押穗展开对抗。没有啊，你看，只有在这个区，但是你一瞧扫腿儿被对方截腿了。对，这个真的是没法打。哎呦，这是一个连摔带打。对，关押穗这个往自己的右侧闪，然后加，不管拉诺特实施主动进攻还是不实施主动进攻，关押穗都可以把进攻打在拉诺特的身上。此时的拉诺特有点有气无力。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拉诺特的进攻都属于无效进攻，不能给关押穗构造威胁的同时，还要时刻面临关押穗所打出的刁钻招式。打体系的运动员，对。西尔维亚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对对。这个西尔维亚现在近也不行，远也不行。对啊，因为确实是就各种距离下都不占优势。拉诺特不愧是意大利传奇女将，面对如此艰难前行的危机场面，她依然能不慌不乱组织防守反击来与关押穗展开对抗。不过非常可惜，拉诺特这一次所面临的对手非常强大，就算拉诺特的意志力很顽强，求生欲望很大，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事于补。关押穗会用实力告诉拉诺特，甜美的长相并不代表实力。现在还是差一些，稍弱一点。但是战力格斗，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对，也不行。这个因为我们从体校去选材，到培养方式，到现在这种技术习惯，等等等等啊，这个包括国外选手的这种由业余转职业这种方式，都是决定了对跟中国运动员是没法打的。对，其实场下我们也交流过很多啊，对中国的女子就拉诺特的下场丝毫不亚于张伟丽。当时张伟丽输比赛的时候，脸上的疤痕与拉诺特此时的状况相差无几，频繁挨揍的同时，还无法组织相应的进攻与之反抗。拉诺特非常惨，或许他在搏击擂台上打了10几年的比赛，都没遇见过像关押穗这种蛮横不讲理的野蛮打法。
警告，对，因为他会打乱整个比赛的节奏嘛。刚才仔细看了瓜脆，即使关雅翠与死神方辩的打法差不多，要么打完就撤，要么继续发起攻击，坚决不给对手反抗、发起防守反击的机会，这就避免了被对手乘胜追击。比赛结束了，最终关雅翠获得了比赛胜利。不愧是连张伟丽都打败过的中国女孩，打起架来确实很厉害。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关雅翠打几分？